我们品花楼并非寻常的青楼，我们也不接待寻常的客人。你们为什么来品花楼呀？说说看。你先说。大娘，我家境贫寒，想多挣些银子，贴补家用。碧儿，是。谢谢大娘。我娘前日突然染上了恶疾，不治身亡。我家道贫寒，无银子下葬。大娘，求您收下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，只要能葬了我娘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就剩下最后一位了。你不用跪了，你是走错门了吧？没有啊，我看到品花楼年关前贴着要收丫鬟的告示，所以我就是来做丫鬟的。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受过苦的呀。你哪能做得了丫鬟呀？我是因为景仰才来的。景仰？品花楼名声之大，无人能及。想必成功的生意必有迹可取之处，所以我不远千里来到品花楼，就是因为景仰品花楼的名气。而且，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品花楼如何在短短10年之间做到名扬江湖的。哎呀，有意思。既然你知道这是天下第一楼，那你说说，你跟这些女孩有什么不一样？能说服我，那我就收留你啊。这是建窑的茶盏。雀舌未经3月雨。龙牙新绽一枝春。这些茶叶每年在仲春之时，都会献入到宫中600余支，剩余的就会被各地大户取走。真没想到今日会在品花楼见到。哎，可以了。大娘肯收留我了？那你能告诉我，你熟知这些跟我们品花楼又有什么关系吗？可以更好地知道客人的需求啊。想必来到品花楼的客人都是贵客，他们需要更懂自己的丫鬟。好，你说服我啦。谢谢大娘。起码你比那些只会哭诉的女孩有用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歌，我叫如歌。如歌。如歌。那你以后在这里就叫歌儿吧。谢大娘。不过，大娘只要我一个人吗？我看这位姑娘好像也很需要这份活。姑娘，不是我不要你，你看我们这儿，纵然挂着天下第一楼的牌子，终归是要让客人开心的地方。你整日这么哭哭啼啼的，怎么才能让客人开心呢？大娘，我看这位姑娘大致是因为丧母，所以心情才会这么差。等过段时间，她娘下葬了，她心情肯定会有所好转。而且你看，这位姑娘长得又好看又念情，想必一定会成为大娘的好帮手。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大娘，你就收下她吧，拜托了。碧儿，给他俩各支1两银子。是。你们随我来。哎，让如歌去陪凤凰吧。这凤凰每个月都换丫鬟，实在让我太头疼了。我看歌儿这丫头还算机灵，说不定这次凤凰能满意呢。是，多谢大娘。
香儿姑娘，你把这银子拿着，快去把你娘葬了。这怎么行啊？没事的，反正我不缺银子花。香儿，今后你就在这里伺候了。是。姐姐，香儿要伺候的这位姑娘姓戚，姓风，叫风细细。这猪牌就是品花楼姑娘们的排名。排名？我们品花楼最有名的就是绝色名花榜。不要以为凭着一张好嘴就能在我们品花楼做好差事，好好学吧。是，姐姐教训的是。姐姐，香儿她不太擅长与人应付，可否请姐姐讲讲清楚，她要伺候的这位风姑娘有什么喜好？喜好不清楚，不过风姑娘倒是有一个习惯，从不伺候朝中的人，再大的官也不理会。倒是对江湖中人和山谷的客人很看重。身在洛阳，却从不伺候官场中人，实在是个怪人。风姑娘，这是花大娘指派给你的丫鬟香儿。满脸泪痕，哭得晦气。我要这个。这人是要伺候凤凰姑娘的。怎么，你是知道凤凰这个月的排名压过我了，故意拿它来吓唬我？不就是个丫鬟，也值得你生这口闷气。碧儿啊，就把这香儿给我吧。多谢凤凰姑娘体谅。这名花榜每月初一都会换一次新的，来来回回的姑娘可不少。风妹妹，不必如此执着。下月初一，你我排名自会见分晓。若到时候我压过你，你也无需执着。谁在乎？走吧。进来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是想要赚点银子花。既是为了银子，那为何刚才将卖身的银子给了香儿？无话可说了。我不逼你，每个人来品花楼都有他自己的目的，包括我。多谢姑娘体谅。不管你来做什么，既然入了我的房，那就得帮我。可是我才刚来没多久，能帮到姑娘什么忙呢？你认为我这张脸如何？姑娘好美。比起那凤凰如何？若说起容颜的话，姑娘更胜一筹。可我却连着6个月在排行榜上被凤凰压住。我要你在下月初一，帮我坐进品花楼绝色名花榜的前3甲。可是这绝色名花榜我都没见过呀。绝色名花榜就在大门外。哦，就是那块匾。对，你帮我，我就留下你；若你帮不到我，那我便将你赶出品花楼。歌儿，你肯定不愿意刚来就被赶走，对吗？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又不是让你去害人，我是想要你帮我抢到一位贵客。贵客？天下无刀城的少主，刀无暇。风姑娘，恭喜你！恭喜我？我有何可恭喜的？有贵客来看你啦。贵客？玉公子，叶公子。风姑娘，我家公子已交了足够的银两，将姑娘这个月都给包下了。包下了我？正是。风姑娘，还不赶紧把玉公子接进去，好生伺候着，快！
烈火山庄的玉公子包了风姑娘1整月，赶紧重新换榜。是。你说玉自寒也搬进来了？是啊，大哥，就住在我们隔壁。他一个残废，还包个青楼女子，也不怕人笑话。难道他也是为了绝色名花榜的榜首而来？玉公子，可要我为您准备热水，先沐浴？风姑娘，请随我出来。我出去。王爷不希望被打扰。何时回去？我知道姑娘是个聪明人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我家公子来品花楼，不是为了和姑娘共度春宵的，而是为了房间里那位如歌小姐。歌儿，你唤她如歌小姐？对。好，我听懂了。姑娘果然通透。不过请姑娘放心，银两我们会照付，不会亏待姑娘的。这多年欢场，什么样的客人我没见过。你放心，我明白的。玉师兄，你是如何找到我的？你问我刀无暇的事，我就猜你和他此行有所关联，便来碰碰运气。果然找到你了。果然，什么都逃不过玉师兄的眼睛。你走了3个月，我会担心。歌儿，打算何时回去？不知道。大家都很担心你。他呢？他有问过我吗？有问我去何处了吗？你就当没看到我吧。歌儿，不说这些了。玉师兄，若是有人告诉山庄里的人，常年隐居在竹林的玉子涵，不曾想居然在品花楼包了一位姑娘，肯定谁都不会相信的。我的事，你没有跟旁人说吧？那便好。你说刀无暇他千里迢迢到这里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寻花问柳吧？这也是我的疑问。你我只需静观其变，云雾总有散开的一日。好。大小姐，买到了。玉公子，你要的上等的君山银针。谢玉公子。姑娘，我方才下楼买东西的时候，看到楼下有好多人，好不热闹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银雪回来了。银雪？这银雪啊，就是绝色名花榜的榜首，也是公认的天下第一美人。她常年在外，每次一回来就是这般景象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而且这银雪啊，不只是美，还是情圣，所以想见她的人，不只是粗俗的江湖客，就连朝中的重臣，甚至是皇子，都想见她一面。她就是情圣啊。这有情红呢，就是拜她为师，所以才会有如此高的情谊。哇，不但是情圣，还是有情先生的师傅。姑娘说的，我都想要见他一面了。这想见银雪的人啊，太多了。不过，他就在品花楼待1晚，而品花楼的地方也就只有这么大，所以要想提前见到他的人，就得先拿到进门牌。哦，难怪那个小无赖问我讨要进门牌。
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去买茶叶了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对，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小无赖。要小心点才是，尤其是你的腿更要当心。对了，我想要借吕梦曲谱一用。吕梦，这曲谱爹说过，是被人收入了皇宫大内。莫非他和皇家有关系？好，让黄从拿来给你。好。我这就去。你就不好奇吗？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曲谱？不需要解释，你要，我就会给你。风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民女风细细求靖渊王做主，民女要为父亲伸冤。你何时识破了本王的身份？民女的爹曾是靖渊王的心腹，多少跟民女描述过，这最受陛下宠爱的靖渊王，也是如玉公子这般模样。白日里又听到歌儿馆王爷讨要吕梦曲谱，这吕梦曲谱都说是遗落了许久，民女却知道它是被藏在了深宫，由此便猜出了王爷的身份。求靖渊王替民女做主。父亲参与太子之争，实属被迫，后又被景献王陷害，所幸免于死罪，但被流放到了远江，但也实在是冤案啊！原先细细常听父亲提起，宫中10几个皇子中，唯有靖渊王最受陛下宠信，也唯有靖渊王最公正清明。求王爷还家父一个清白，求王爷施恩。